大家好，我是杰瑞。2月份姑姑的博主回归了。大年初二呢，我兴高采烈的出门，哦吼，就在黑冰上崴了一脚。我上一次崴脚可能大概是20年前吧，不过没有大碍，在逐渐好转，只是现在出门还不太方便。工作上呢也遇到连续死线，一直加班。好巧不巧，国内家人的健康也出了一点问题，让我在美国这边干着急。Anyways， 有这些光明正大、冠冕堂皇的理由。但话说回来，作为一个刚起步的花镜频道，现实的原因是，其实现在是可以讲室内育苗的内容。我看各园艺博主都已经热火朝天的干了起来，但我呢，又很抠，今年还没有入手全套的室内育苗装备。而我在上一期花种视频里也讲过了，今年我是实验性的把种子都播在了室外。然后呢，今年好死不死，又是一个极冷的冬天。21年开年以来，大降温大降雪，一波又一波的来，我种下去的幸存者已经不多了。唉，所以今天我就试着来做第1期的园艺书籍分享吧。从最近在翻的这本《园艺植物拉丁名》发散开来，分享一些关于植物学名我想说的话。说起这个植物学名啊，我其实是个补习生，因为我是研究生才建筑转景观，第一次接触到植物的拉丁名是在研一时候的野外生态课。那堂课老师带我们见了很多，分享了很多，但我自己的收获可能主要是记住了15到20种美东常见的乔木，而且大概是对植物的属名，也就是 genus name 混了个眼熟。但比如像后面的种加词 species name 也还是比较茫然的状态。后来研3在宾大的植物园里跟园子里的实习生们一起上了一堂带有植物识别内容的课，背拉丁名的部分真的把我搞得很头大。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冷飕飕的叶子几乎都掉光的初冬下午，我们进行了最后的野外植物识别考试，要求拼写完整的拉丁名。反正我是考得惨不忍睹，并且这件事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我当时就在想，我是因为喜爱植物才入这一行的，然后现在连名字都记不住，以后可怎么搞啊？现在反思呢，其实我是一个连考 GRE 的时候都没有背红宝书，靠鱼竿裸奔的人。这句话可能听起来有点凡尔赛，但实际上我是在总结我自己的学渣逻辑，也能说明吧，短时间的死记硬背真的不适合我。反而是在考完那堂考试之后的这些年，我慢慢留意工作中所遇到的植物，在逛植物园的时候多去翻一翻植物上面挂的名牌，并且也听了同事的建议，多去苗圃逛一逛，才慢慢积累了一点点起来。所以读这本书呢，也是希望能继续跟拉丁名们混个脸熟。这本书的英文原版叫做 Latin for Gardeners, Over 3,000 Plants Explained and Explored。原著是由英国皇家园艺学会编辑出版，我这本是18年由重庆大学出版社翻译的中文版本。这本硬壳带插画的书可谓是相当精美了，可以作为一个漂亮的字典工具。当遇到新的植物的时候，可以查一下它的意思，帮助理解记忆，也算是一种乐趣吧。我们知道拉丁名里其实藏着关于这种植物被发现时候的地理位置、它的颜色、味道、形态等许多信息，而这本书呢也专门对此做了一些总结，叫做植物主题。那下面我就用这本书植物主题的结构，结合我所认识的一些植物，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玩的吧。首先来看最直观的颜色，植物千奇百怪，五彩缤纷，有哪一些植物的颜色是被直接写进了名字呢？书中提到很多种加词中由 FLAV 前缀开头的词多为黄色的意思，比如黄色瓶子草 Sarracenia flava， 还有比如黄花楼斗菜 Aquilegia flavescens。 当看到有前缀 VIRI 词的时候，可能就是绿色的意思，比如绿花水仙 Narcissus viridiflorus， 还有比如代表白色的 alba， 代表红色的 rubra。例子有在北美我们很熟悉的白橡树和红橡树 Quercus alba, Quercus rubra。
但这两个名字其实有误导性，分辨它们主要是看叶形。你要说是后者的秋叶更红，或是前者的树干更白，感觉都不足以作为命名的理由。也有一说是其阐述的木材，前者偏浅，后者偏红。反正这是一种叫法的约定俗成吧。那我再重点看看我这个紫色狂魔能否在这一章找到一些让我感觉极度舒适的词。首先由英文单词 purple 倒推出，我们还是以带有浓厚沼泽气息的瓶子草举例 Semiracia purpurea， 以及深紫色的蓝盆花 Scabiosa atropurpurea。这种深紫色好像画风不太对的样子，我觉得可能要我年龄再大一些比较能够接受。这也是最开始我在试图把植物的名称与其对号入座时候遇到的困境。我才发现原来我喜欢的紫色其实在原意中都被称为蓝色，比如 azurea 或者 azurius 是拉丁文中天蓝色的意思，加州丁香 Cenosus azurius， 还有天蓝色的香豌豆 Lathyrus sativus azuris。大家看配色就可以看出，这种天蓝色正中我下怀了。说到香豌豆，又不得不提到另外一种扑面而来的植物特征，它们的味道。那你知道香豌豆真的是香的吗？它的拉丁名就泄露了天机，种加词 odoratus 就是有香气的意思。还有其他很容易从英文倒推出的，比如 Rus aromatica， 它的枝条和叶子在揉搓的时候会产生一种芳香的气味。另外还有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 Osmanthus fragrans 桂花。成都家里的小区下面的行道树就全是桂花，可以说是非常佳的香味了。那有香就有臭，大家还记得我在高县公园那一集提到的 Helleborus foetidus 吗？臭铁筷子。种加词 foetidus 就是有臭味的意思。有网友跟我形容说，它的花是一种橡胶混合石楠花的味道，想起来就不太舒服。说它臭呢，也真的不算是欺负它。OK， 说完颜色和味道，当然还有形态。形态就更是千奇百怪了，你可以形容植物的毛呀、刺呀，它花上的毛呀、花瓣的形状、叶子的形状、果实的大小多少呀等等，都可以被作为一个名字的参考。那这里我就简单举例，以结尾 folia 的词举几个专门形容叶子的拉丁名，比如有像橡树叶子的绣球花 Hydrangea corsifolia， 有像月桂树叶子的橡树 Quercus laurifolia， 有叶子像心形状的 Tirella cordifolia。会不会觉得有点意思？再来，除了形容肉眼可见的信息，还可以在拉丁名里找到，比如说原产地，或者是当初的发现地。比如来源于中国或者发现于中国的名字里可能带有 Chinensis， 在日本发现或是起源的，有可能名字里有 Japonica。那如果是在北美洲或者南美洲发现的呢？比如美洲凡根 Heuchera americana， 美洲紫珠 Catcarpa americana。如果在北美大陆再缩小它的发源范围呢？比如当我们看到 Canadensis， 就可以反映出它可能是来自于加拿大或者是美国东部的植物，比如 Cercis canadensis。 还有刚刚黄色楼斗菜的亲戚 Aquilegia canadensis。 甚至可以再缩小，精确到美国某个州的名字，比如我们经常看到 Pennsylvania、Carolina 等等，其中数量众多的还是以弗吉尼亚州 Virginia 命名的植物，比如现在冬天正在盛开的被称作碎纸机版的腊梅的金缕梅 Hamamelis virginiana， 以及我们在高县公园里也见过的常绿木兰 Magnolia virginiana。可以说的植物还有很多很多，我就不一一举例了。像如果项目对本土植物有要求的话，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带地名的植物就可以直接对号入座了。最后，植物的拉丁名里可能也能找到与之相关的植物猎人的相关信息。书中也开辟了专门的主题，介绍了10几位历史上有重大贡献的植物学家、博学家们。其中不可不提到的，是我比较熟悉的 Bartram 兄弟了。
他们所创建的位于费城的 Bartram's Garden 是美国建国后的第一座植物园，是历史上众多植物被收集、研究以及命名的地方，也是我来美读研究生后的第一堂设计课的场地，可以说在我心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了。然后 John Bartram 发现并以其好友，也是美国国父之一的 Ben Franklin 所命名的小型乔木 Franklinia alatamaha 杨木合树，也是行业内所熟知的有故事的树木品种了。好啦，这一期可能也讲得很长了。学名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枯燥的东西，我想我也就适可而止吧。在植物学名的学习上，我也还是一个不断补课和练习的学生。今天也是以非常个人的角度出发来进行分享，不追求非常的科学严谨，但求如果你跟我一样本来有点害怕或是讨厌，或是就是搞不懂植物学名是个什么东西，看完这集的内容会让你对它产生一丢丢的好感和兴趣，或者是想要去找这本书来看看，也许会为你打开一扇新的窗户。那我们下期见。